一旦感染，终身携带，发作痛不欲生，超90%成人体内潜伏这种病毒。张女士是一位65岁的退休教师，她在一次小小的感冒之后，突然感到右腰区域出现剧烈疼痛，于是连忙扒开衣服查看，然而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吓一跳，这一区域出现了典型的蛇缠腰。张女士形容这种疼痛为火烧般，让本就夏日炎炎的日子更是火上浇油，让她无法入睡。开着空调的情况下，身体就像水火不容一样。开低点，这块皮肤的温度降下来得到缓解，但其他区域冻得受不了。开高点就更别提有多难受了，辗转反侧的，甚至痛得连正常进食都做不到。张女士哪受过这种委屈，于是立即在家里人的帮助下就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她的症状得到了缓解，疼痛逐渐减轻，并且由于高龄，属于免疫力低下人群，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她在痊愈之后接种了带状疱疹疫苗。而这次经历让她彻底意识到了及时接种疫苗和就医的重要性，赶忙拉着全家人去接种疫苗，避免日后家人经历自己这种钻心之痛。蛇缠腰带状疱疹是一种感染及终生携带的病毒，超90%的人体中潜伏该病毒，一发作就疼痛难耐。为啥它就这么厉害？一、带状疱疹病毒的自述。带状疱疹，这是一款能让得过的人闻之色变的皮肤病，其背后的元凶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VZV。它不仅因高传染性和潜伏性广为人知，更因其发作时的剧烈疼痛和可能导致的长期后遗症而令人恐惧。病理学概述中，该病属于疱疹病毒科，是一种双链 DNA 病毒。它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，尤其是直接接触疱疹叶或皮损部位。初次感染时，约70%的人会出现水痘症状，而剩余30%则成为隐性感染者。病毒潜伏于体内而不发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无论是显性感染还是隐性感染，一旦感染 VZV， 该病毒将终身携带于人体内，无法被彻底清除。按目前的医术来说，这种病毒只能抑制，不能根除，可谓是一款病毒型定时炸弹，随时都会有着引爆的风险。二、病毒的潜伏与威力。带状疱疹病毒在初次感染后，会悄悄地潜伏于人体的神经节内，尤其是脊髓后根神经节和颅神经节。这些潜伏的病毒平时并不引起症状，但当机体免疫力下降时，如因劳累、生活压力、感冒、感染或患有慢性疾病等，潜伏的病毒就可能被重新激活，引发带状疱疹。这一特点使得带状疱疹在特定人群中的发病率显著增加，尤其是中老年人及免疫功能低下者。这些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带状疱疹病毒感染了，但奈何年轻，抵抗力强，没什么感觉就不了了之。等到年老的时候，这些潜伏在身体里数十年的病毒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开始四处破坏，让你痛不欲生。而具体有多疼，张女士所形容的火烧般的疼痛，或许会让大多数人依旧一头雾水。用专业知识来说，中国医学界将疼痛分为10级，分娩阵痛为8级，而带状疱疹的疼痛是最高级的10级。可谓怀这种病毒孩子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，比分娩时还痛苦，甚至这种疼痛可持续长达数周甚至数月。在疼痛出现后的数天至1周内，皮疹开始显现，皮疹初期为红斑，随后形成丘疹、水泡，最终结痂。水泡内含有大量病毒，具有传染性。皮疹的分布通常与受类神经节段一致，常见于胸背部、腰部及头面部，持续时间因人而异，一般持续2到3周，但部分患者可能更长。甚至在带状疱疹痊愈后，大约20%的患者由于不积极服用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，或者不及时干预的话，会导致神经受到损伤。即便是后期炎症被控制住了，也会留下后遗神经痛，而这种疼痛可能会维持长达数十年。而民间甚至称呼这种带状疱疹为缠腰龙，把这种病毒的影响说得更为夸大其词。在民间说法里，这种带状疱疹如果在腰上缠满了一圈，就会直接去见阎王。乍听起来很离谱，但自从体验过带状疱疹的人都会有点将信将疑。毕竟这小小的皮肤病发作起来感觉痛得要人命，但其实这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。
如果带状疱疹在腰部缠满了一圈，在经过积极治疗之后，也是完全可以痊愈康复的。不过这些危言耸听的谣言，恰恰也证实了带状疱疹给人带来了多大的疼痛感。然而除了疼痛，这种疾病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。据统计，超过90%的成年人已经感染过带状疱疹病毒，其中大部分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病毒的携带者。这是因为即使没有明显的水痘症状，人们在接触病毒后也可能产生抗体，使病毒处于潜伏状态。除了后遗神经痛外，带状疱疹还可能引发其他并发症。眼部并发症如角膜炎、结膜炎等可能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。此外，神经系统并发症如脑炎、脑膜炎等虽然少见，但一旦发生，后果严重。由于带状疱疹及其后遗神经痛可能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，心理干预也是治疗过程中的重要环节。通过心理咨询、认知行为疗法等方式，帮助患者缓解焦虑、抑郁等情绪问题，提高生活质量。3、治疗手段，首先是抗病毒治疗。在带状疱疹发作初期，及时使用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是关键。抗病毒药物能够抑制病毒的复制，减轻炎症反应，加速皮疹愈合，并降低后遗神经痛的发生率。常用药物包括阿昔洛韦、伐昔洛韦等。其次是镇痛治疗，针对带状疱疹的剧烈疼痛，镇痛治疗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毕竟这10级的疼痛，大部分人都会叫苦连连，而根据患者疼痛程度的不同，可以采用不同强度的镇痛药物，如非甾体抗炎药、NSAIDs、阿片类药物或局部麻醉药物贴片等。对于难治性疼痛，还可以考虑使用神经调节技术，如经皮神经电刺激 TENS 或脊髓刺激等，这样也好让患者正常的生活起居，不至于连吃饭、睡觉、穿衣服这些基本生活需求都被疼痛折磨。保持皮疹区域的清洁和干燥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。要注意使用温和的清洁剂清洁皮肤，避免使用刺激性的化学物质或过度摩擦。在疱疹未破时，可涂抹抗病毒药物软膏；疱疹破溃后，可涂抹抗生素软膏预防感染。此外，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和湿度，避免过度日晒或寒冷刺激，也有助于减轻症状。所以，我们要视情况而定需不需要洗澡，最好在询问医生的建议后再做定夺，否则一不小心戳破会让本来缓和的病情得到加重。4、及时接种疫苗与防范。接种带状疱疹疫苗是预防该病的特异性措施。疫苗通过刺激机体产生针对 VZV 的抗体，从而有效预防带状疱疹的发生。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、慢性病患者及免疫功能低下者，更应积极接种带状疱疹疫苗。接种疫苗后，至少4年内保护水平可以保持在85%以上。在带状疱疹患者发病期间，应避免与其密切接触，特别是避免直接接触疱疹叶和皮损部位。虽说已经超过90%的成人体内潜伏着这种病毒，但该防范的还得防范。特别是免疫力低下的老人与小孩，很有可能因为不大不小的感染造成更严重的并发症。而最简单、最为直接的防范方法，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，让我们身体里的细胞能够挡下这些洪水猛兽。规律作息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饮食营养均衡，适当运动锻炼，增强基础抵抗力，都是我们强身健体的必修课。总结，带状疱疹作为一种常见的病毒性皮肤病，其高发病率和潜在的严重后果不容忽视。尽管现代医学已经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，但毕竟无法完全根除，预防仍然是最关键的策略。通过增强免疫力、接种疫苗和避免接触等措施，我们可以显著降低带状疱疹的发病率和并发症风险。此外，对于已经感染的患者，及时的治疗和全面的护理也是减轻症状、预防后遗神经痛的关键。同样的，做到增强自己体魄，提高免疫力是我们避免大多数疾病最好的治疗与预防方法。只有我们自己身体强大，虽做不到百毒不侵，但减少去医院的次数，减少自己因为不良习惯导致的高额医疗费这种事，还是能轻而易举的做到的。